如果有一天有人從山洞裡挖出一本古書，書上寫着這是8世紀蓮花生大師親手埋下的秘密經典，而且書裡還準確預言了今天發生的一切，你認為這是神蹟，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局？更有意思的是，這本書不僅改變了一個宗派，甚至重塑了整個西藏的歷史，而創造這一切的人根本不是蓮花生，而是一個生活在300多年後的人。今天我们来聊聊西藏的奇蹟、扶藏以及神秘的扶藏師。扶藏這個形式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在古印度就有，比如龍樹大師在龍宮發現大乘經典的故事，其實也算扶藏。那為什麼11世紀以後，藏地的扶藏突然大量出現呢？因為到了9世紀中葉，那個曾經無比強大的吐蕃帝國徹底瓦解了，然後進入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和動盪。之後的幾百年，西藏經歷了一場極其慘烈的社會崩溃，也就是滅法期。1076年，曾經象徵着帝國黃金時代的桑耶寺被大火燒成了廢墟。到了1160年，拉薩最重要的大昭寺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昔日那些在寺廟裡念經的僧侶，竟然變成了舉兵廝殺的將軍，寺廟變成了易守難攻的軍事堡壘，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到了12世紀，整個社會亂到了極點，而且在宗教內部競爭也極其殘酷。寧瑪派也稱為舊義派，不僅要面對外面軍閥的混戰，還要面對內部的競爭。那些拿着印度最新翻譯過來的密續文本的新派，在和寧瑪派爭奪信眾。新派的人拿着最新的經典指責寧瑪派，你們的東西都不正宗。寧瑪派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隨時可能被歷史淘汰。正是在這種瀕臨絕境的社會危機中，開啟西藏扶藏的關鍵人物娘惹尼瑪沃瑟登場了。他被後世尊為5大扶藏法王之首。他出生於1124年，不僅是一位修行者，還出生於一個曾經顯赫一時，但在亂世中已經徹底沒落的帝國貴族家族娘氏家族。他是整個西藏歷史上最偉大的集體記憶重建者，是塑造蓮花生大士形象的幕後推手，甚至比塑造密勒日巴的瘋癲師還早了300多年。前面我們介紹了，在巴協最早期的敦煌殘卷裡面，基本就沒有蓮花生的記錄，也就是說，蓮花生在吐蕃帝國時期是一個非常邊緣化的角色。在稍微晚一點的巴協版本裡，蓮師確實是被皇帝邀請來了，但他展現的根本不是什麼降妖除魔的絕世武功，主要是一些和水有關的法術，比如治理河流，或者展現出非常複雜的農田灌溉技術。這更像是一個高級水利工程師，而不是什麼降魔大師。在之後的版本，蓮師的法力就越來越高強，開始能呼風喚雨了。赤松德贊看到蓮師展現出來的法力過於強大，強行叫停了蓮師正在進行的儀式，隨便賞賜了一把金粉，就迫不及待地把他打發回了印度。但皇帝的反應遠不止於此，簡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他居然在蓮師離開的時候，派了整整20名全副武裝的弓箭手，要半路暗殺蓮師，想要徹底滅口。很明顯，在這個版本的時期，神權開始大於皇權，連皇帝的形象都碎了一地。但這還不是最終的版本，之後的版本，皇帝又被洗白了，趕走蓮師的鍋被那些反佛的大臣頂了。皇帝不僅沒有猜忌，反而對大師的離去感到無比悲傷，甚至當場流下了眼淚，純潔的像個小姑娘。羅生門的歷史，這時該娘惹出手了。他把當時零星記載的蓮師片段、一些古老的秘法，甚至互相矛盾的故事碎片編織在了一起，創造出了西藏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蓮師傳記《蓮花生傳》同州版。於是歷史被改寫了，蓮花生大士從原來的邊緣角色變成了主角，變成了一個主宰一切，甚至能預見未來的超級英雄。改寫後的歷史成了現在大家熟知的正史。當時赤松德贊雄心勃勃，想要在西藏建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寺廟，也就是桑耶寺。
但這件事並不順利，外來宗教觸怒了西藏本土的山神，引發了可怕的地震和瘟疫，建寺工程根本推進不下去。濟護大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印度高僧，精通正統佛理，代表着渐進、講究戒律的顯宗佛教。但面對那些扎根在高山深谷裡、脾氣暴躁的本土神靈，他基本上束手無策。於是他向皇帝推薦了一位擁有頂級法力的狠角色——蓮花生。蓮師閃亮登場，一路披荊斬棘，把那些惹事的本土神靈打得服服帖帖，甚至逼着他們發毒誓，以後必須保護佛教。寺廟順利建成，他預見未來，知道後世佛法會衰落，於是提前把大量經書、法器、修行秘訣埋藏在西藏各地。幾百年後，當時機成熟，指定的人會重新發現他們，這些人就叫扶藏師。在這個版本裡，皇帝不僅沒有趕走蓮師，在初見面時，甚至還主動禮拜蓮師，為他一路開綠燈。蓮師要走時，皇帝苦苦挽留，甚至托付譯經事業。歷史學家通過對比分析《蓮花生傳》和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獻，不同的詞彙使用、拼寫習慣、句法結構，以及書中敘事與12世紀特定歷史語境的高度吻合。可以肯定，娘惹就是這部所謂的8世紀傳記的實際作者。這差異就像我們現在寫的文章和300年前清代人寫的文章，語言上是有明顯差異的。但問題是，這樣全新的版本、全新的歷史，別人憑什麼相信它？和創造密勒日巴的瘋癲師手法類似，這可以算是一種文化遺產。他們都宣稱自己是某位大神的轉世。瘋癲師說自己是密勒日巴轉世，而娘惹則說自己就是贊普赤松德贊的第17世轉世。他說，當年迎接蓮花生的人是我，看着蓮花生親手為我埋寶藏的人也是我，現在把寶藏重新找出來的人還是我，簡直是物歸原主。他還巧妙利用了扶藏傳統，他會進行公開或者半公開的儀式，當着大家的面，從岩石的縫隙裡，或者是古老的雕像內部，親手把那些古老的卷軸給取出來。這些從地下挖出來的東西，仿佛就帶着帝國純正血統的鋼印。娘惹更高明的地方在於《蓮花生傳》關於未來的預言。在這份號稱是8世紀時寫下的文字裡，蓮師無比準確地預測了未來的悲慘景象。他說，當這些寶藏出世的時候，人們缺乏食物，僧侶們會脫下袈裟，拿起刀劍，聖地會被改造成軍事堡壘，那些最深奧的法教會像菜市場裡的商品一樣，被唯利是圖的人倒賣給根本不懂行的門外漢。這簡直就是12世紀的現狀。娘惹這是向所有人宣告，這個世界已經潰爛到了極點，墮落到了極點。所以這些8世紀埋下的聖物才會湧現出來，拯救這個瀕死的世界。12世紀的西藏被燒毀的大昭寺，拿刀砍人的和尚，娘惹為整個陷入絕望的藏族百姓創造了一個能夠凝聚人心的神聖人物。在那個失去所有希望、整個世界觀都在崩塌的年代，蓮師已經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歷史人物，他成為了一種超越時空的慈悲象徵，成了茫茫苦海裡唯一能把他們拉出來的救命稻草。他們太需要一個救世主了。然而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面，1個世紀以後，另一位扶藏大師出現了，他就是咕嚕雀旺。咕嚕雀旺是13世紀的人，可以說是娘惹在精神傳承上的後裔。他沒有否定娘惹，沒有去推翻扶藏傳統，相反，他直接進入了娘惹搭建好的轉世敘事系統裡。雖然娘惹曾多次表示自己是最後一次轉世，但咕嚕雀旺把自己塑造成了贊普赤松德贊，最終也是最傑出的異化身。娘惹只是赤松德贊的血緣轉世，而我更高級，我是異化身。真正最重要的轉世不是娘惹，而是我，咕嚕雀旺。師父創造傳奇，弟子繼承傳奇，最後弟子把自己改成了主角，於是咕嚕雀旺成為下部扶藏之王。扶藏在最開始的時候還很樸素，沒有現在扶藏標配的奇幻套路，沒有凡人無法理解的空行母文字，沒有從岩石裡取物，沒有隔空取物，更沒有異扶藏。
娘惹發現的全部都是實實在在的物件，經書、法器、遺物等等。而到了敦珠仁波切所描寫的版本，伏藏已經被加上了越来越玄幻的套路。到了15世紀以後，新的挑戰出現了，格鲁派崛起了。宗喀巴強調戒律、邏輯、師承系統，他們特別重視這部經典是誰傳給誰的，這位上師又從誰那裡學來的，整個體系非常強調傳承鏈條。而這恰恰成為寧瑪派最容易被攻擊的地方，因為寧瑪派教法根本無法建立完整的歷史傳承。於是雙方展開了長期爭論。格魯派認為，你們很多教法來源不明，歷史證據不足，傳承鏈條模糊。而寧瑪派則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說，真正親近的傳承本來就不一定依賴人與人之間的傳遞。最殊勝的教法來自覺悟者的直接加持，來自蓮花生大士跨越時空的安排，來自心識中的直接開啟。換句話說，你們強調歷史傳承，我們強調精神傳承；你們講師承譜系，我們講覺悟傳承。無論是政治和宗教，他們都經常在討論一個根本的問題：如何才有合法性？是歷史證據，還是神聖體驗？是連續不斷的師承鏈條，還是超越時間的精神啟示？在這個問題上，寧瑪派通過伏藏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於是，關於蓮花生的故事從娘惹開始大量湧現。所以，伏藏到底是奇蹟還是偽造？我認為不能簡單的把他們看成惡意篡改歷史的偽造者。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焦慮。當我們站在千年之後，用現代人的標準去評判古人的行為時，我們很容易忽略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在那個文明崩塌、信仰破碎的黑暗時代，人們需要的不是一份準確的歷史報告，而是一束能照亮絕望的光。我不認為娘惹是個騙子，他只是一個在廢墟上重建文明的建築師。他用神話作為粘合劑，把一個四分五裂的民族重新聯合在了一起。而這正是人類文明最深刻的秘密之一。這些伏藏師也深刻塑造了西藏的伏藏文化和轉世制度，讓世人認為伏藏和轉世是西藏特有的現象。無論信徒還是懷疑者，常常都犯同一個錯誤，大家都默認伏藏從一開始就是今天這個樣子。但歷史告訴我們，不是，伏藏也有成長過程，有競爭，有創新，有改寫，有包裝，有政治，有權力，有市場。它不是一個突然從天而降的神聖傳統，而是在幾百年的時間裡不斷被塑造出來的傳統。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真假難辨的时代，我們正在創造什麼樣的神話？為什麼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新的伏藏？為什麼每一個時代都有人願意相信新的伏藏？又是誰擁有解釋這些伏藏的權利？很多時候被發現的未必只是伏藏，更可能是一個時代最深層的焦慮和一個群體最需要相信的故事。